大家好，欢迎来到木兰德语。你是不是也听到过这句话 Hier wird Deutsch gesprochen？ 这是非常典型的德语被动态表达，意思是说这里说德语。但你知道吗？德国人更常说的是 Hier spricht man Deutsch。 表面上看，这两句话意思差不多，但其实在语气、用法甚至场合上都有区别。那这两种用法到底差在哪儿呢？什么时候该用哪一个？今天的视频就带你系统搞懂被动态和慢句式的区别和用法，让你在日常表达中说得更地道，更像母语者。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慢到底是什么。很多同学一开始看到这个词就会想，慢不就是男人吗？其实不是哦，在德语里，小写的慢是一个不定代词，它并不指具体某个人，而是用来泛指人们、大家或者不特定的某人，相当于英文里的 one、people 或者 they。语法上也很简单，慢永远搭配第三人称单数动词，和 er、sie、es 是一样的。来看几个常见的例句。Man sagt, dass 人们都说 man isst hier spät zu Abend。 这儿的人晚饭吃得晚。Man spricht viel über den Klimawandel。 大家经常谈论气候变化。接下来我们就来对比一下传统的被动句和慢句。先来看几句常见的被动态表达。Es wird viel über das Thema diskutiert。 关于这个主题有很多讨论。In Deutschland wird viel recycelt。 德国人很注重回收。In der Stadt wird ein neues Einkaufszentrum gebaut。 城里正在建一个新的购物中心。Hier wird jeden Tag frisch gekocht。 这里每天都做新鲜的饭菜。现在我们把这些句子换成慢句。Man diskutiert viel über das Thema。 In Deutschland recycelt man viel。 In der Stadt baut man ein neues Einkaufszentrum。 Hier kocht man jeden Tag frisch。 从内容上看，它们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语气不太一样。被动态听起来更中性、更客观，像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描述事实，而慢句则更口语、更生活化，就好像是你在跟别人介绍情况。比如你说 Hier wird frisch gekocht， 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只是在复述一个观察结果。但如果你说 Hier kocht man jeden Tag frisch， 就更像是在介绍这家餐厅的日常情况。总而言之，被动态更中性、客观，常见于新闻、报告和书面语中，而慢句式更直接、更口语，适合日常交流和自然表达。如果你想听起来更正式、更客观，就用被动态；如果你希望语气自然，更像自然对话，就用慢的句式。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问，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用慢呢？最适合用慢的是下面3种场景。第一种，表达一般规则，也就是那种不管是谁都要遵守的规定。比如 Man darf hier nicht rauchen。 这里禁止吸烟。这句话里没有特指谁，就是泛指任何人，
谁都不能在这里抽烟，常见于告示、制度、法律条文和公共场所。第二种，给出建议或者劝导。这种句子听起来不像规定，更像是对大家都好的建议。比如 Man sollte jeden Tag ein bisschen lernen. 每天都该学一点点。这不是说你必须学，而是温柔地提醒你，大家都该养成一点学习习惯。适合出现在教学、健康建议或者劝导性语言中。第三种，说明一种普遍的做法，比如在演示教别人某个流程，或者分享经验时， So macht man das. 就该这么做。这里慢指的不是某个具体人，而是说我们平时都是这么干的。还有，比如 Zuerst schneidet man das Gemüse, dann brät man es an. 先切菜，再炒，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这些表达常见于日常对话、课堂建议、公共标语中，既地道又实用。前面我们讲解了慢句式的各种好处，简单、自然、口语化。但注意啦，不是所有的场合都能用慢。当你想强调动作的承受者是谁，也就是句子的主语焦点时，这时慢就不适合了。我们就要用被动态来表达。来看几个例子，你就明白了。Die Patientin wird operiert. 病人正在接受手术。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病人，他是手术的对象。如果你说 Man operiert die Patientin. 听起来更像是在强调人们在做手术，焦点就不在病人身上，意思也就跑偏了。Der Müll wird morgen abgeholt. 垃圾明天会被收走。被动态让我们聚焦在垃圾上，它是被处理的对象。Man holt den Müll morgen ab. 语法上没有错，但听起来更像是在说有人会来收垃圾，重点就不在垃圾本身，逻辑不够清晰。再来看两句典型的被动态。Der Vertrag wurde gestern unterschrieben. 合同昨天已经签了，强调的是合同本身。Der Hund wird von einem Tierarzt untersucht. 这只狗正在接受兽医的检查，特别强调了狗是被检查的对象，而且还指出了是谁检查的。这两句就都不适合改成慢句，因为它们都明确强调了承受动作的对象，而慢不能承载这个重点。特别像第二句里 von einem Tierarzt， 这是典型的被动态结构，一旦换成慢，就把这个信息给丢了。总结一下，如果动作的执行者不重要，可以用慢。但如果你想强调动作的承受者，那就请用被动态。下一段我们就来挑战一下，你来判断该是用慢还是用被动态。
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帮助你对慢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喜欢本期内容，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留言告诉我你最想学的德语语法点。如果你在德语学习中有很多疑问，欢迎预约我的1对1德语答疑服务。无论多么小的问题，我都会认真为你解答。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次见。Bis bald!